2月6日星期四，我今天上午刷微博，刷到欧莱雅 Pro 的柜门视角，竟然还有一支肖战的新广告。这一次的肖战好像男大生，对着镜子整理发型，还特满意，巨臭屁呢。看到肖战整理头发，也觉得好萌是咋回事？有网友问：2025年的肖战怎么感觉比盛阳还嫩？肖战真的不停的逆生长，大家又老了1岁，肖战是又年轻了1岁。看过郭靖再来看肖战，差别真的太大了，我都担心新粉们认不出来他是谁了。粗犷荷尔蒙爆棚的金刀驸马，秒变奶乎乎大学生。这几天我在微博广场吃到肖战下个影视饼的瓜，爱奇艺和柠檬影视出品的《刘医生返乡记》，据说是30集的医疗乡村剧，将于2025年 Q2 开机。剧情提要：一次职业生涯的意外，让3甲医院的年轻主治医生刘铮亮惨遭失业。他在南方打拼多年，精心构筑的生活也瞬间崩塌。此时，一通电话又传来家中母亲失踪的消息。无奈之下，刘铮亮只得重返东北偏远小城的故乡，在基层医院急诊工作。在这里，刘铮亮不仅要集结千奇百怪的垫底同事，处理各种各样的奇葩病例，还要面对殡葬一条龙女老板的疯狂示爱。在荒诞又温暖的嬉笑怒骂中，刘铮亮治愈了一个个患者，同时也被患者不断治愈着。目前这个饼还没有被肖战方打假，不晓得是否有其他人情的考量，那这个瓜就先放旁边，吃瓜不信瓜，等有实际官宣再说吧。肖战工作室又放出剧照了，看到这些剧照就想起电影里的好多情节啊。射雕真的剧情特别丰富，光影和故事感都超绝。郭靖经历了很多才成为了一代侠之大者，而且肖战的面部折叠感很高，新剧照真的好帅，好适合大荧幕的一张脸。电影圈，我们要一直来玩。剧照中看到郭靖真的特别实诚，额头总是带着伤，在桃花岛跪6个师傅，跪死去的娘亲，他每次都是把自己的额头磕到淤青。我觉得大家以前总说郭靖傻，其实是因为很多人不像他这么真诚，反而把他当异类。这一次肖战演的郭靖真的演出了不一样的感觉。看到这些剧照，我才意识到徐克在郭靖2次跪着回头这里也做了对照组。第一次是七怪让他罚跪，当时他还一脸的单纯；第2次也是为了师傅跪，却是跪坟，回头时眼睛里充满了愤怒，被郭靖的眼神惊到了。我现在宣布，肖战版的郭靖是我最喜欢的一版郭靖，特别认可。服化道方面我也很满意，而且我是肖战永远的演技粉，他从没让我失望过。今天刷微博时，刷到一位美国网友特别飞回北京，并在第一时间去看了《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他说很震撼，很惊喜，每天都能发现不少新鲜有趣的细节，享受探宝的极致快乐。纷扰嘈杂之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慢慢总结，来分享一些整体的直观体验。故事改编精华还原和大胆创新，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版本很多，电影版则很少。由于篇幅多、体量大，改编难度非常大。大家熟知的电影基本是徐克以往的魔改，如《东方不败》系列和王晶的网大这2种模式。徐克人称徐老怪，天马行空，创意奇绝。倘若照旧甩开原著，再度潇洒一回，对于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一众期盼已久的忠实的武侠迷们也照旧会买账，但不知他是受到了郭靖这个人物本身的灵魂内核所影响，还是他在自己等了很多年才等到的大主演肖战身上看到了打开郭靖的另一种可能性。时隔30多年后重新拿起金庸武侠的徐克，这回却一反常态，没有魔改，而是很玄妙的和大男主郭靖以及他的扮演者肖战一样，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忠实原著，不玩花样，真实还原金庸武侠精神。但你要是以为徐老怪会缩回去偷个懒，像别人拍电视剧那样照搬原著把每个字儿都抠出来，那就大错特错啦。因为他在尊重和还原经典的基础上，又做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大胆创新。由于电影是面向所有大众的，必须要考虑到不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那部分观众，还要顾及到当下的年轻人能不能看懂。而原著总共40个章节，人物众多，情节复杂，
要想修修剪剪重新组合在146分钟内把故事说清楚，难度非常之大，所以情节的增减非常考验导演对整体叙事的把控功力。来看看徐克的改编功力如何。电影故事选取的是金庸原著《射雕》的最后7章，落脚点则放在了蒙金混战时期，南宋王朝风雨飘摇，摇摇欲坠，人物和头绪太多就会杂乱，会影响到最终的影像叙事呈现。故而徐克重新梳理了故事线，周伯通、丘处机、全真妻子杨康完、严洪烈等人物通通被拿掉，东邪中神通只存在于人物对话当中，南帝北丐镜头寥寥，杨康命断铁枪庙桃花岛巨变，烟雨楼对阵三擒三纵欧阳锋等重要情节，汉明场面也都被大刀阔斧的被砍掉。影片着重讲述的是，在乱世背景下，郭靖如何面对2大巨头英雄式的挑战。吸毒欧阳锋代表着的是江湖，它引发的是传统武林高手的功夫争霸；蒙古大汗则代表的是战争，它触发的是一帮对天下大业的觊觎争霸，以及他在双重身份蒙古大汗义子和大宋子民的情感认同和现实困境的夹击下，又是如何艰难抉择，最后从一个寄养在草原的中原傻小子，成长为驻守边关几十载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的。徐克的创新在于，他重新架构了故事脉络，精心梳理了人物关系，将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郭靖和大汗之间的家国立场对立，同时穿插着江湖高手反派人物欧阳锋的搅局。但显然，徐克并没有陷入武林江湖刀光剑影的传统叙事模式当中，而是将镜头更多的对准了手无寸铁、颠沛流离的百姓之现实疾苦。他在讲乱世洪流中人类无法避免的残酷的战争，也在讲即便是依据肉身，也可力挽狂澜止战于天下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再加上徐氏武侠一贯新颖浪漫的叙事手法，奇幻炫目的视听语言，让观众沉浸于中国特有的武侠江湖之中，既为郭靖的命运发展变化唏嘘不已，又为他的成长和最终选择而无比动容。当然也不是没有遗憾，由于篇幅和审查原因，蒙君西征讨伐花剌子模，三擒三纵欧阳锋，汉飞兵天将攻破撒马尔罕城等重要情节，虽然都拍了，但又被剪掉了，让人感觉难以尽兴，完全没看过瘾了。但即便是这样，也不得不承认，大师就是大师，故事精华都在，既还原了经典，又赋予了创新。尤为惊喜的是，徐克抓住了金庸武侠精神的魂魄，与当下的社会价值需求和时代感召完美契合，打造出了一部闪耀着时代光芒的全新的经典。这世间之金庸者，非徐克莫属啊！还有搞电竞的朋友说，射雕很多画面有一种游戏感，就是跟着主角视角去跑地图，让你拿起手柄的冲动。比如与众奔赴，徐克天马行空的想象从未褪色。也有网友补充说，郭靖和欧阳锋大战的画面你细品一下，有没有游戏体验感？有搞学音乐的朋友说，雨夜奔赴的那个音乐，闪电亮起之前有一段铺垫的音乐，是熟悉的港风音乐，然后是主旋律配合校战上马奔腾的画面。徐克的运镜真的特别牛，雨滴就好像落在观众的脸上一样。还有的观众朋友说，我是学中医的，一灯大师给黄蓉治疗时出现的五脏六腑脉络的那一幕，我的 DNA 都动了。有理科生表示，降龙18掌那个反弹地面的攻击非常霸道，直接让欧阳锋判断不了出招轨迹了。也有学历史的网友感叹要回去再补冷兵器和成吉思汗东征西伐的知识了。更多看热闹的网友感叹说，你们这些细节怪，这是要逼着我去2刷一遍呀，第一遍竟然都没看出来，果然是学无止境啊，这部电影的细节竟然这多，我只能说佩服佩服。射雕真的是越品越有味道，越挖越有料啊！徐克出品必属精品，真的值得所有人反复回味，逐正研判，怎一个妙字了的！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